埃隆·马斯克，这位当今人类科技前沿最具影响力的企业家，他的人生故事远比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更加复杂和震撼。他的童年充满了痛苦的回忆，最深刻的经历就是遭受同学的残酷霸凌和家庭暴力。我几乎被打死了，如果你把那叫做霸凌的话。那段时间我并不快乐。这是马斯克对自己童年最真实的描述。更令人心痛的是，即使在家中，他也无法获得安全感。每当考试成绩只有83分时，父亲就会用最恶毒的语言辱骂他废物。这样的精神折磨往往持续近2个小时。父亲的行为在心理上是虐待性的。我们所有人都有心魔，可能都来自童年。这个梦想着将人类送上太空的理想主义者，却被员工称为最可怕的暴君老板。他敢于冒险，却又飘忽不定，会熬夜打游戏到凌晨5点，然后收购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软件推特，并且立刻裁掉70%的员工。我花费了2个礼拜的时间，把这本接近60万字的埃隆·马斯克传记读了2遍。这个视频应该是你目前能看到的全网最精准、最全面的关于埃隆·马斯克的故事。看完之后，你就会知道当今世界最伟大的企业家和科技创新者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一个人的性格特征会对他所创办的企业，甚至整个世界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1971年，在南非比勒陀利亚，一个商人埃罗尔和一位模特梅耶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取名埃隆·马斯克。他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金博尔和托斯卡。埃隆的童年并不快乐，他经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出神发呆，因此他一度被校方怀疑智力有问题，脑子里有一大堆想法在跳跃。我一直以为我疯了，在学校里，同学们会欺负埃隆，甚至把他的鼻子打出血。在家里，父亲埃洛是一个有些人格分裂的人，上一秒还在陪埃隆玩，下一秒就会用你这个废物这样的话辱骂埃隆2个小时。此外，他对梅耶还有家暴行为，因此在8岁的时候，埃隆的父母离婚。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埃隆不擅长和人交往，大部分时间都在读书和做实验，但他花了大量的时间读3种书：百科全书、超级英雄漫画和科幻小说。11岁那年，埃隆通过自己打零工买下了世界上第一台销量破100万的计算机维克托，通过自带的教程，3天之内学完了 Basic 语言编程。13岁时，他做出了一款电子游戏，并将游戏代码卖给了一个杂志社，赚到了500美元的稿费。在和父亲长时间的相处中，埃隆陷入了严重的抑郁，所以他决定离开家，离开南非。1990年，埃隆通过申请进入了加拿大金斯顿女王大学开始学习。2年之后，学校跟不上他的进度，他转学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完成学业。在那里，他认识了最亲密的朋友之一任翔，也就是后来的特斯拉全球副总裁。大学的物理学课程、科幻小说以及电子游戏让马斯克意识到，真正能够影响人类社会的东西有3样：可持续能源、太空旅行和互联网。在即将毕业的时候，马斯克本来计划去修读斯坦福大学材料学研究生，但很想搞清楚旧电容器怎么样为电动车提供电力的问题。但是1995年的夏天，正是全世界第一波互联网浪潮的兴起，浏览器网景公司上市1天，市值就高达29亿美元。当时一位银行的前辈尼克尔森跟马斯克说，你可以随时回来读研究生，但是你一辈子只有1次互联网浪潮。所以在被斯坦福大学材料学专业录取2天之后，马斯克退学前往硅谷。埃隆的第一个创意项目 Zip2 要做的是取代原来的黄页，帮企业做最早的地图导航。用爸爸给的28000美金，兄弟俩搭了一个网站，然后埃隆以佣金的方式请了3位销售，让他们挨家挨户地推广自己的网站。慢慢的，这个项目有了客户群，也吸引到了一些潜在的投资。他们把一台很小的电脑锁进了一个巨大的服务器柜子里，这样投资人来参观的时候就会以为公司有一个超大的服务器，然后他们就可以更好地跟投资人吹牛逼。第一笔投资来自加州的一家风投公司莫尔戴维多，300万美金。但是资本入驻之后，把 Zip2 变成了一个为报业集团提供服务的软件供应商，并且把艾伦调去做技术负责人。埃隆并不喜欢这种调整，他喜欢把产品直接卖给消费者，他不喜欢自己的公司变成了一个所谓的报业集团背后的无名服务商。艾伦在这段创业生涯里面学到了一个巨大的教训：如果你不是首席执行官，你就不可能成为首席产品官，你就不可能对产品有话语权。1999年，风投公司牵头 Zip2 作为附加引擎，被康柏电脑公司以3.07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占股7%的埃隆·马斯克赚到了他的第一桶金，2200万美元。28岁赚到2200万，
和所有人一样，埃隆飘了。我想去地狱的路上，在1995年就开始了。当时互联网上没有很多人，大多数人认为互联网会是一个玩具。大概玩了不到半年，马斯克开始构思他的另一个创业计划。他想进一步用互联网做成商业银行，一个一站式的网上银行。他定下了一个域名 x.com， 留了400万美元自用，剩下的1200万全部投入了 x.com 的研发当中。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将要改变传统银行业。当时跟离 x.com 一条街以外，有一家叫做 Confinity 的创业公司，他们的软件产品叫 PayPal。两家公司在2000年3月进行合并，以马斯克为最大股东和董事长。马斯克希望直接把 x.com 做成颠覆银行系统的社交网络，但是调查结果显示 x.com 听起来太像一个色情网站，而 PayPal 的品牌和支付系统明显有更深刻的群众基础。于是埃隆很不爽，要下架 PayPal 的产品，佩佩更不爽，联创团队反手抄家。9月，在马斯克和第一任妻子贾斯汀度蜜月的时候，联创找到资本方的老大联名上书，要求马斯克退位。在挣扎了几个月之后，马斯克主动离开公司。这件事的分歧核心还是因为马斯克的控制欲太强。算钱的话 ，PayPal 依然是一次成功的创业。2年之后 ，PayPal 上市被 eBay 收购，马斯克1200万美金入场，获得了2.5亿美元的回报。在个人层面上，在这一点上，我会说我对互联网有点厌倦了。在2001年的一次度假中，马斯克突然对朋友说：“我还是想去做一些太空相关的事，但我想不到什么是我一个人可以办到的。”他特别想搞火箭造飞船，但是成本太高了。真的吗？埃洛辛和一名火箭工程师维特雷尔前往俄罗斯进行调研，想从莫斯科一个能够出售退役导弹的组织买2枚运载火箭。谈判的过程大概是这样：2枚1800万美元。我说的是美金1800万。你们他妈疯了吧？再骂就2100万。2100万绝对不可能。买不起了吗，弟弟？气坏了的埃隆，马斯克回到美国，开始自己拉单子，利用自己所学的物理学知识，他开始思考发射1枚火箭到底需要多少钱。这里就涉及到了马斯克最基本的一个思考模型——第一性原理，从事物最基本的条件出发，找到实现目标的最优方法。比方说火箭，那就是一个会飞的金属，你造一个能够承受的金属，然后有燃料把它送上天。在拉了一堆单子之后，马斯克跟维特雷尔说：“我觉得我们可以自己造火箭。”在知道这件事后，马斯克所有的朋友精心制作了一段数枚火箭爆炸的视频，邀请马斯克观看，来告诉他造火箭会让你赔光所有的钱。看完之后，马斯克对朋友的劝告表示非常的赞同，并且在2002年5月注册了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几个月之后更名为 SpaceX。问题是，马斯克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了赚钱吗？他已经不差钱了。传记里他提到了一个我看了非常触动的理由，说技术不会自己进步，人是推动技术进步的唯一理由。而马斯克想做那个把人类送上太空、送往火星的推动者。但是有个问题，成本太贵了。航空领域的零部件供应商比整个汽车领域要高出几十倍。而把成本打下来，马斯克干了2件事。第一，洗洗就能用。有一次 SpaceX 需要一个阀门，供应商的价格是25万美元。马斯克说太黑心了，我们自己造。一位年轻的工程师把洗车系统里的阀门改造了一下，以5000美元的成本造了出来，安装到了火箭上。第二，质疑并挤掉行业中的水分。当有工程师提出规格和技术的要求时，马斯克会直接质问这是谁的要求，会一直追问到哪个行业、哪个法规、哪个制定者名字为止，否则这条要求和规矩就会被推翻。研究发动机的工程师穆勒拿来一份时间表，马斯克看完之后会直接要求缩短1半的时间，然后和员工一起逼近极限的工作来完成这个目标。他们的工作模式很粗暴，造好、安装、发射、爆炸，再改。就这样，马斯克带着 SpaceX 团队在德州的一片沙漠里面，以45000美元租了一个三脚架，开始反复发射并炸掉火箭。这个故事告诉我们2个道理：第一，质疑那些一直以来你被灌输的观念，你会发现其中巨大的机会；第二，美国德州真的不养闲人。在这个荒芜的沙漠里面奋斗了2年之后， SpaceX 迎来了第一次正式的试射。3、2、1，零，我们有升空确认。导致发射失败的原因是一个小型的用来固定燃料管的螺母。猎鹰1号的失败让马斯克在原先野蛮的造火箭的方式上面再加上了一些测试流程。他们拉了一个风险清单，
挨个复盘并记录第一次发射的问题，排除了记录在案的反向风险。1年之后，猎鹰1号的第2次发射，这次火箭升空过程持续了11分钟，之后因为防晃隔板的缺失失败，马斯克的风险清单变成了11项。2次迭代为 SpaceX 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但也给马斯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因为他快没钱了。在开启 SpaceX 创业之后的1年，他也开启了电车特斯拉的项目，而08年又碰上了金融风暴。弟弟金博尔想从银行贷钱，然后补哥哥的现金流，但是没几周银行都倒闭了。如果第3次火箭发射再失败，用马斯克的话，就活该倒闭。这一次发射1、2级火箭相撞，火箭失败，所有的员工都在等马斯克发飙，但是埃隆没有责备任何一个人。发射失败的当晚，他告诉所有人，洛杉矶的工厂里面放着第4枚火箭的零部件，准备第4次发射，而这一次只有6周的时间。而完成这次发射的资金来自于一波意想不到的增援 PayPal 帮，就是当时把马斯克联手从佩贝尔赶出去的那帮人。财务自由之后的佩佩奥联创成立了基金，专门来投资一些初创企业。他们伸出援手，是因为创始人诺森克说，艾伦想做一件了不起的事，我们应该参与其中。最终这个基金注入了2000万美元，帮助 SpaceX 开始了第4次发射。团队的工程师在岛上把一只晒太阳的椰子蟹取名为 Elon 作为监工，于是在螃蟹埃隆的注视下面，他们在5天之内完成了火箭的检查、修复以及准备工作，好像计算机控制了飞行器。我们说去发射吧。2198765432210升空指示，我们有升空。SpaceX 1号想要成为第2级引导。CEO 确认完成，听起来像爆炸。是的，老兄。哦，我的上帝！哦，看看这个，看看这个，看他就坐在那里，看那个。猎鹰1号创造了一个历史。SpaceX 500名员工在几乎没有任何外包的情况下，造出了第一个私人制造的由地面进入预定轨道的火箭。年末，马斯克接到了来自 NASA 的16亿美元的合同，在空间站和地球之间进行12次往返运输。SpaceX 这家私人太空探索公司从倒闭边缘开始走向正轨。而在2015年， SpaceX 相继完成了猎鹰9号的发射以及太空回收工作。2017年9月，马斯克开始投入研发一枚更大的运载火箭星舰。其实，按照资本的逻辑，如果要成为一个赚钱的企业家，马斯克在2018年左右就可以卖掉 SpaceX， 因为猎鹰9号已经能够成熟的完成 NASA 的订单工作。他还开发了自己的卫星系统，整个公司都获得了不错的收入。但是马斯克一直致力于把人类送上太空，所以到今天为止，星舰的发射还在不断的尝试当中。其实早在 SpaceX 濒临绝境的2008年，当时有人建议马斯克放掉特斯拉或者是 SpaceX， 把所有的钱都集中到其中一家公司，这样不至于活不下去。马斯克的回答却似乎在拯救童年那个被霸凌的自己。他说，2家公司就像我的2个孩子，我怎么可能决定其中一个生，另一个去死呢？所以接下来我想跟你讲他是怎么样把特斯拉从地狱里面拽出来的。JB 施特劳贝尔是一个汽车控，他在斯坦福大学学习能源系统之后，参加了一个创业讲座。他在想，有没有可能把1000块甚至1万块锂电池拼在一起，成为一个大电池，然后给汽车供电。为了实现这个点子，他在到处拉投资。正好在斯坦福大学的创业讲座上面碰到了埃隆·马斯克。马斯克一直对做电动车很感兴趣，所以投了他的小项目。同一时间，一家小型汽车公司 AC 推进，他们造了一辆原型车 T0， 3.6秒之内能够完成0到100公里加速。马斯克开了一次，觉得新能源电车的前景大有可为，但是 AC 推进公司没有能力把这台原型车量产。同时间，硅谷企业家的艾伯哈德也读到了关于 T0 的新闻，因此艾伯哈德和马斯克拉上了线。艾伯哈德还带来了工程师塔彭林和赖特，在同马斯克聊完之后，马斯克决定拉上市的老表一起注资640万美元投资特斯拉，并且成为董事会主席。至此，特斯拉联创集合，特斯拉成立。不过这个团队很快就散了。首先，艾伯哈德和赖特出现了严重的分歧，最终赖特退出最初的架构。艾伯哈德作为公司首席执行官，负责整个公司的事务管理。马斯克每个月过来一次，关注产品设计的最新方向。但是我们的马斯克同志怎么可能忍住不插手产品？他想要做一款让世界惊艳的车，但是改得越多，成本越高，交付延期越严重，公司的钱就会烧完。在拉来了优点资本4000万美元的融资之后，特斯拉磕磕绊绊把第一款原型车 Roadster 特招了出来。
可能今天来看特斯拉造型，你会觉得没什么特别的，但是在特斯拉出现以前，传统的电动车长这样。Roadster 得到了媒体的广泛夸赞，但是大家都在夸艾伯哈德，而马斯克只是作为影子投资者被提了一嘴。这件事让马斯克非常不爽，所以他开始在媒体上面到处蹭流量，并且不断的插手产品设计。等到特斯拉准备量产的时候，他们盘了一下当时特斯拉的供应链，他们盘完头都炸了。从日本开始生产一个电池单元，70个电池单元一起运到泰国组装成电池包，然后走海路运到英国做底盘，再带着法国供应的车身面板横跨大江，通过巴拿马运河到帕洛阿尔托的特斯拉装配厂组装。而完成整个过程需要9个月的周期以及一大堆复杂成本。这么算下来，量产一台车的成本至少要14万美元。因为驾驭不了成本问题，艾伯哈特被免职。这锅背的1年之内，特斯拉换了将近4任 CEO， 最终马斯克自己来干。为了提高生产效率，马斯克决定造一个一体化的汽车生产工厂，把设计和制造结合在一起，这样就不会出现方案不落地的问题。当时的特斯拉设计师霍兹豪除了完成设计之外，还会在流水线上和工人一起工作。而马斯克每周会有3个晚上下工厂的督工。2017年7月 ，Model 3开始投产。以公司的成本和现金流来算 ，Model 3必须要达到每周5000辆的产量。如果做不到，公司的资金就会被耗尽。而此时的2级市场，特斯拉的股票一直徘徊在历史的高位，投资者通过各种方式探查工厂的机密，计算产能。他们断定马斯克根本不可能每周交付5000辆车，于是大量做空特斯拉，这其中就包括比尔·盖茨。马斯克把这个名字狠狠记下来，并且后来见面的时候质问比尔·盖茨：“你为什么要做空我的公司？”大量看空的言论彻底激怒了马斯克，他决定公开和空头刚一波。于是他和特斯拉董事会达成了历史上最激进的 CEO 薪酬方案。如果能够实现一系列产量甚至营销方面的飞跃，他就能够得到超过100亿美元的报酬。如果不能，他将1分钱拿不到。拿着这份方案，马斯克带着儿子住进了工厂，开始了他的量产之战。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梳理生产线。马斯克要保证在生产流程每一个环节的设备都发挥最大的效果。比如，当时一条产线的一台机器人负责把玻璃纤维涂到电池包上，但这个机器一直卡壳。马斯克调了半天之后，突然问：“为什么电池包上要涂这个纤维条？”工程团队说是声音团队说的要降噪，声音团队说是工程团队说的要防火。最后，马斯克对比了一下有纤维条和没纤维条的各种情况，发现有没有这个玩意根本没有区别，但是这一环节的减少可能缩短1/5的生产时间。拿掉，拿掉，直接拿掉。此外，马斯克去掉了大量流水线生产中的安全传感器，来减少生产线停止排错的过程，并且对车辆的结构进行了大量调整。比如说，车顶某些地方用2克螺栓就可以完成固定的位置，它绝对不用5克螺栓。在这个过程中，他迭代了几个关键的方法论。第一，质疑每一项要求，要求不要关于部门，要关于具体的人。有大量的工作看似是按照所谓的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毫无根据。第二，删除要求中你所有能删除的流程，哪怕你最好把它们加回来，通常来说，你加回来的一定比你删除的要少。2018年7月，随着一辆黑色的 Model 3下产线，第5000辆车生产完成。同一年10月，特斯拉在中国设立合资公司，建立上海超级工厂。至于那一份激进的薪酬方案，截止到2022年，特斯拉第1季度的营收同比增长81%。因为超额完成业绩，马斯克获得了560亿美元的报酬。但是这种赶工也有代价。特斯拉当时的工伤事故率比同行业其他公司高出了30%，高强度的工作也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很多的媒体报道说，特斯拉的工人每天工作10个小时，压力很大，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因为出错而被踢出。所以，整个公司的人群都顶着巨大的压力。超级工厂高效运转的背后是恶魔模式全开的马斯克以及所有工人的胆战心惊。2021年年初，特斯拉股价从低谷反弹至之前的10倍。1月7号这一天，马斯克的身价超越了杰夫·贝佐斯，成为了世界首富。马斯克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打迪亚布雷之战，他和第1任妻子生下了双胞胎薇薇安，改名詹娜，并且变性。他不希望与自己的首富父亲有任何的交集，但是马斯克依然在试图挽回亲子关系。人们对马斯克变成亿万富翁的新闻非常不爽，很多人在网上攻击马斯克，
因此他卖掉了自己的全部房产，并且卖掉了部分特斯拉的股票，为美国政府缴了110亿美元的税。感恩节的周日，他希望和家人生活在一起，但是当大家开始真的举办 party 的时候，马斯克却依然沉浸在发动机制造的问题当中。根据艾萨克森的记录，马斯克时刻处在一种受维的战斗状态，这种状态是有时候他自己把自己推进去的。一旦停止这种状态，他就会觉得不踏实。他非常喜欢设置一个看起来完全不可能的目标，然后破釜沉舟地完成这个目标。他对风险的偏好很高，质疑一切权威。他觉得为宏大的使命投入工作才是生命的意义。但是他对很多合作过的人态度都极其恶劣，比如说前一天他会疯狂地攻击员工，但是在修正之后，他也会表示表扬，并且感觉这一切从来都没有发生过。这种 Pruitt 般的分裂和他的童年以及他父亲的遗传或许有一定的关系。马斯克对童年最大的救赎全部给了他自己的孩子，他自己对每一个孩子都十分的关注。除此之外，他对于所谓人类的关心并不体现在具体的人身上，而是他脑中的那个人类概念的宏大种族。2012年，在 PayPal 联创基金会上，马斯克认识了哈萨比斯，一位神经科学家。他创办了一家公司，叫做 DeepMind， 希望能够做出通用型的人工智能。当时哈萨比斯说，超级人工智能出现有可能毁灭人类。这句话让马斯克开始思考人工智能的风险。之后，他决定投资 DeepMind 的500万美元，帮助研究和跟进。2030年年底，谷歌创始人拉里·佩奇收购了 DeepMind， 并且成立了一个所谓的安全委员会。但是在马斯克眼里，这个安全委员会就是一个空架子。他觉得谷歌完全没有意识到人工智能可能带来的问题，所以他身上那一股子冒险的救世主义劲儿又出来。他找到了 Sam 奥特曼，并且成立了今天最著名的那一家人工智能研究实验室 OpenAI 来防范人工智能的风险。不过因为接管的分歧，马斯克于2018年退出了。此外，他在后续创立了 Neuralink 公司做脑机接口。对于人工智能的训练，最重要的就是超庞大的数据库。截止到目前为止，马斯克手里已经有了2张牌：特斯拉的驾驶雷达所接受的真实世界的交通信息库，以及收购推特之后每天接近5亿条的人类世界生活和发疯的帖子。说到推特的收购，这又是马斯克另一个充满争议的决定。他以440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了这个全球最大的社交媒体平台，然后立即开始了他标志性的激进改革。他迅速裁掉了大部分员工，重新构建了整个平台的运营模式，并将其重新命名为 X。这一系列操作再次展现了他那种不按常理出牌的风格，以及对于掌控和改造一切的强烈欲望。从某种意义上说，马斯克收购推特并不仅仅是一个商业决策，更像是他试图掌控人类信息流动的一次尝试。就像他在太空探索中想要成为人类移民火星的推动者，在电动车领域想要成为能源革命的引领者一样，在社交媒体领域，他也想要成为信息传播规则的制定者。这种野心和他童年时期形成的那种要么控制，要么被控制的思维模式密不可分。马斯克的人生轨迹告诉我们一个复杂的故事：一个在童年遭受创伤的孩子，如何通过极端的努力和近乎偏执的执行力，最终站在了科技和商业的巅峰。他的成功既是对那些曾经欺负他的人的最好回击，也是对自己内心恐惧的一种补偿。他用建造火箭的方式逃离地球，用制造电动车的方式改变世界，用收购社交媒体的方式控制话语权。但这种成功也是有代价的。他的员工要承受极高的工作压力，他的家人要忍受他的情绪起伏，他自己也生活在持续的焦虑和不安全感中。他似乎永远无法真正放松下来，永远需要通过下一个不可能的目标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状态既成就了他，也在某种程度上困住了他。其实，我们从2个角度来解读这一本传记。如果从一个创业者的角度来说，他并不是一个寻找投机机会的商人，而是在承担了极高风险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想象力去做那些有可能实现开创性的产业和商业机会。他的第一性原理思维、对传统权威的质疑，以及那种近乎疯狂的执行力，确实为他带来了超越常人的成就。他证明了，在这个时代，一个有足够野心和执行力的个人，确实可以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而从一个人的角度来说，他的这种冒险主义以及他的所谓的救世主义精神，跟他童年所遭受的霸凌是分不开的。那个在学校被同学打得鼻血直流的小男孩，那个在家里被父亲辱骂2小时的孩子，最终成长为了一个要把人类送上火星的梦想家。他的每一次冒险，每一次挑战不可能，都像是在向那个痛苦的童年宣战，
向那些曾经让他感到无力和渺小的力量证明自己。说来也很奇怪，一个并没有在人类交往中获得太多温暖和良好回报的人，却站在了人类世界财富和技术的金字塔尖上，推动着新一轮的技术浪潮前进。他的激进横冲直撞让人们和他难以相处，他的情绪化和控制欲让很多合作者望而却步。但正是这些看似负面的特质，也构成了他成功的关键要素。可是，如果失去了他人格中缺陷的这一部分，他还会是今天的埃隆·马斯克吗？如果他有一个幸福的童年，如果他学会了如何与人和谐相处，如果他不需要通过征服世界来证明自己，他是否还会有那种改变世界的动力？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也许正是那些创伤和缺陷，成就了他今天的伟大；也许正是那种永不满足的渴望和恐惧，推动着他不断超越自己和人类的极限。而这个现象是否又揭示了新生代创业者必须要具备的一种特质？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也许只有那些内心有着强烈驱动力，甚至带着某种心魔的人，才能够承受创业路上的巨大压力和不确定性，才能够在所有人都说不可能的时候依然坚持下去。马斯克的故事告诉我们，伟大往往诞生于痛苦，创新往往来自于对现状的不满，而改变世界的人，往往都是那些内心最不平静的人。